到指甲摩擦门的声音，那有可能并不是我听错了，而是那只黑熊已经进来了。我额头一下全是冷汗，可我不知道要怎么提醒正住在公寓里的其他人。要说有熊进来了，不仅没人相信，肯定还会把我当成神经病。我也不能报警，因为这件事还没发生。要是贸然报警，连警察都会觉得我疯了。正当我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，一个十分细微的声音吸引了我的注意，像是有什么东西正在用指甲敲击着门，一下又一下，十分有规律。我突然想起刚刚我在猫眼外什么也没看到，可走廊是黑的，那黑熊也是黑的。如果那黑熊就藏在门外，我也是看不清楚的。一想到那黑熊可能已经来到我门口，我后背汗毛耸立。走廊是声控灯，而且这灯是应急用的，不会因为停电而失去作用，只要有人走过都会亮起来。可现在门缝里没有任何光亮透进来，如果门口真是那黑熊，难道他会隐藏自己的脚步声？我紧张地拿起厨房里的水果刀，小心翼翼地靠近门。屋外一片寂静，一点声音也没有。但这正是我觉得奇怪的地方。我家住在504，这层楼一共有4间房，住了3户人家。502住的是一个2次元宅男高中生，好像叫小伟。小伟平时住校，只在放假的时候回来住，可每次一放假，他准通宵打游戏，声音还开得老大。可今天502安静得出奇，连一点动静都没有。501住的是一个年轻的单身妈妈，她那孩子也就几个月大，正处于时不时就哭闹的阶段。可今晚我愣是没听见一点孩子的哭声，安静的实在有些过于奇怪了。我探头去看猫眼，可外头还是黑的，什么也看不清。也就在这个时候，突然感应灯亮了，有脚步声响起，我听到脚步声停在了502的门口，砰砰，有人敲了502的门。这时我看到业主群里发了新消息，我们维修人员需要挨户检查各位业主家的电力设备，会有进门检查的可能，辛苦各位业主配合一下。原来是维修人员。敲门声持续了很久，我才听到502开了门。几秒后，关门声响起，看来是维修人员进去了。可我等了半个多小时，都没听到开门声再响起。检查电力要这么久，我有些困惑和不安。我给物业发去了微信，问他上门检查得多久。物业秒回，一般10来分钟，不过也说不准，要是遇到问题可能会久一点。不过我们的维修人员还没到，他说堵路上了。什么？维修人员还没到的话，那刚刚进502的是谁？我有502的小伟的微信，我连忙给小伟发了消息。小伟过了一会儿才回复了我，姐，我家水管破了，大晚上找人修呢。我给他打着手电筒修了半个多小时了，也没弄好，真折腾。我松了口气，想自己真的太疑神疑鬼了。但很快我又觉得不对劲。小伟之前在群里说话的时候，特别喜欢颜文字，每句话都得带个颜文字。可他刚刚给我发的这句话，没带半点颜文字。不过姐，你原来在家呀？我还以为你跟你爸妈出去了呢。小伟突然来了一句莫名其妙的话，我心里咯噔一声，总觉得有些不安。也就在这时，业主群里有人说话了：502，你家水管破裂了，怎么还没修好啊？弄得现在我家卫生间里都是水，把家具弄坏了你赔。